家好，欢迎来到羽毛球自学之路，我是 Danny， 我们一起当自己的教练。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杀球。那杀球为什么现在才讲？是接续我的 EP03正手高远球，还有投球的转体练习。那主要是给大家一段练习时间之后呢，那现在再给各位解说杀球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因为你的正手高远球如果不到位，那杀球就是多弹的。好，杀球呢，我们就基本上是接续的正手高远球。我们从正手高远球这边来讲一些重点，一些重点在正手高远球，如果你有做到的话，这个杀球才有意义。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正手高远球里面的一些重点，跟杀球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是身体的上引，身体的上引。所谓身体的上引呢，就是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你身体打球的时候，你身体有没有一个上拉的动作？所谓上拉就是这样叫上拉提起来，整个身体提起来叫上拉。如果你只有把拍子举起来，这样叫举手臂。身体的上引就是我们在架拍之后，你会看到我的右脚，我故意有点会做出要跳起来的感觉，身体的上引。所以我们呢，在正手高远球的时候呢，我们会把重心先放在后脚。那我重心往上提的时候，这个就叫身体的上引。那身体的上引呢，不是举手背重点在这边。那很多人就会举不起来。其实这有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因为他的左肩架拍之后，他的左肩放不下去。因为我们的肩膀其实是左右是平衡的。你看，我如果把左肩放下去，我的右肩自然会提起来。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左肩没有放下去，想要去提右肩，然后就会提不起来，就会变成这种姿势你看你看，怎么样都上不来，因为你的左肩没有动，事实上就会卡住你的右肩。那简单的方式就是你的右肩如果有放下去的话，那各位注意看一下我这个拍子这边的角度。你看我架好拍之后，架成平了之后，我拍子这个角度呢，事实上我等一下转身提肩抬肘的时候，事实上这个角度没有什么改变。你注意看我把左肩放下去，这时候我的右肩自然会提起来。有没有看到？注意看你去看这个角度我这个的角度事实上是没有改变的不然我再把它放回来。你有没有看到？事实上是同个角度所以你要身体上引，就是我这边右脚出力把身体提起来，所以一直在强调说力量始终来自于脚，就是这个原因你看提起来我重心移到左边之后，你看我的右肩就提起来了我就可以出拍这个就是身体上引接下来我们讲由内而外发力。你会看到很多男生因为他的肌力很充足所以呢他们在打高远球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这样，就只有这样打而已那打个10球20球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要他真正的很认真的打高远球，打30-40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球越来越短因为他是靠手臂的力量打球硬打而已。那没有用一个很高的效率去打球。如果你高的效率打球，就是你打了30球高远球之后，事实上你的高远球的远度、高度、质量理论上不太会下降的那由内而外发力呢，这边就是希望启动是由内而外，整个力量的来源是由内而外我们再讲一下由内而外我们架拍当我们刚开始，我们刚刚讲了嘛，我们身体要上引，所以身体上引你重心本来在右脚你移到左脚去，让它做出上引的感觉，就轻松做出来的感觉移到左脚，你看就一个身体上引身体上引之后呢，由内而外发力比较最体会的方式就是你把你的髋转正去当做你的发力的起点，而不是你的手你看这样就是手发力就没有由内而外，你的内在这里而已。我们希望由内而外变成是你脚身体上引之后，你转髋转正，接下来把你的手臂带出去这样是由内而外发力做一下，你看我现在就是刻意这样子你看重心在后面我身体上引之后呢，我这边想象你的髋转正，迅速转正我接下来做连续动作，你看我现在转正你看我拍子就直接被甩出去了这个就是由内而外发力。下一个我们来强调一下，就是
手腕跟手臂的放松来增加行程。手腕跟手臂的放松来增加行程。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的手腕手臂呢没有放松，会发生什么事没有放松会发生什么事？你架拍。好，如果说你的手腕不放松不放松，一直到其实我们只有在打球的瞬间抓紧而已。那其他时间我们都是希望它是放松的。好，那你不放松会发生什么事不放松的就是有点像抡大臂的感觉。不放松，假设我不放松抓死死的，就会这个感觉不放松就会这样，不放松就会这样不放松这样。那不放松呢，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其实是来自于行程，你的行程没办法变大。我们来看一下不放松你会发现我的拍子会从这里移动到这里打球而已只有这么大的范围你看只有这么大的范围。那如果说你看我放松会怎么样你看我如果放松一样，因为我如果手腕是放松的手臂是放松的我提重心沉肩抬肩出肘的时候，你看各位我现在停在这边给各位看一下你刚才有没有发现我的拍子我的拍子在这里在这里，所以你看我的拍子等一下会这样挥上去到这里，你看行程多这么多，所以力量会更有效，会更多力量power是来自于光行程就多这么多，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对拍子做加速做加速。所以你看，如果你加速度，假设你的个人的能力没什么差，因为两个挥拍都一样，所以加速应该差不多。所以你看这里加速到这里，跟你这里加速到这里，你觉得你的拍速会差多少？我们就看距离来看，至少差了2倍。所以你的出球的威力就会变成2倍。那有的人呢，他会变成这样子；有的人他会变成这样子，架拍，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会故意放下去，故意放下去。所以故意放下去是不建议的，故意放下去变成你故意放下去，那你的力量不会控制好，你还要挡住它，那你就会抓住了，那你的角度就不见了，就会变少。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你的手腕放松。一直到你击球瞬间抓紧就好了。那你在转体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一带，因为你的放松，所以你的拍子自然因为你没有控制拍子嘛，所以你的手移动了，变成你的拍子是什么？它会往后掉，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它会往后掉，它自然的往后掉，你根本不用收它，所以你看这个角度是不用改变的这个手腕这边的角度你放松当你抬走的时候，沉肩抬走左肩沉抬走的时候，你看拍子就自然会倒下去。你看我打下去，所以你注意看我的手腕角度，我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你看我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你就会变成出现一个这样的姿势所以你看你的拍子行程就增加了很多所以你的效率就会提升很多所以这个就是你一旦放松会很有威力的原因就是你的行程会增加很多事实上你的动作并没有变大。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击球瞬间你要抓紧的时候是一个锁腕的动作。所谓锁腕的动作呢，就是你的手腕。什么叫锁腕呢？就是你可以很用力的握紧你的拍子，很用力握紧你的拍子。如果你可以很用力，就表示你的腕是锁住的。那怎样叫没有锁腕呢？我们来做一个错误的就是让你没办法锁腕的感觉。你先手腕放松，那你的手腕一直往下折。好，假设我折成这样，折成这样很多人会用压腕打球，如果你折成这样，这个时候你看你能不能用力握紧拍子？你会发现，事实上你没办法用力握紧拍子，那这个就表示什么？你在这个情况下，你没办法锁腕，你的腕是锁不住的。那怎么叫锁不住嘞？锁不住，你看，来，你轻轻这样，你去拨你的拍子，你就发现，好像很容易就拨开了，完全都挡不住这样，很用力挡住它，轻轻一拨，它还是被拨开了。但我们的手腕呢，有个特色呢，因为我们手腕的肌腱跟肌肉它是长环状的，所以说我们的手腕有个特色就是。它抗扭力很好，也就是说，我这样，假设我抓住之后，我手腕抓住之后，你看即使我正确的手腕抓住它之后呢，这个力量还是没有很大，但是我们手腕有个特色，你旋转它的时候，它的扭力很好，我抓紧，我扭它，扭不太动，你只剩下拍子本身的抗扭力不好造成的扭曲而已。那也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往前打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个姿势？我们不是这样打，这样就压腕压腕就刚刚讲了嘛，你没办法锁腕，所以你的压腕是没有力气的。那你要最有力气会发生什么事情？最有力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往前转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转，也就是去转手臂的感觉，转手臂的感觉，你会发现我的腕都没有动，就保持这个角度，你这样转，你发现腕都没有去做折的动作，就这样转过去，
所以这个就叫锁腕。所以呢，你在击球的一瞬间，这里的时候，你会完全抓住，抓住它锁腕，那你抓住它的好处就是你会把身体的质量，全部灌给球。如果你这边软的话，你一打到球就软掉了，怎么会有力量呢？所以你一定是这边锁紧，全身的力量压上去，那个球才会有力量。其实你听球的声音就知道了。如果它是很扎扎实实的，嘣一声，而不是砰砰砰，那你就知道你有没有锁腕。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杀球的时候，你的杀球角度是如何形成的杀球角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角度绝对不是你这样子去压出来的，这样是一个错的角度。那球的角度是什么决定的呢？球的角度其实就是球跟拍面的关系。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关系，这样子球会怎么飞？球就会直直飞。那如果你是这样打到球，球会怎么飞？球会这样直直飞。这个就是一个跟你拍面做垂直线，就是你的出球角度如果你拍面是这样，就这样角度。所以我们会希望什么时候打到球？我们会希望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要锁腕的话，那我的拍面就这样打出来之后，拍面这样打出来之后，我拍子我往前内旋转的时候，在这里打到球，它自然就会出现杀球。我如果要打高远球，那在哪边打？很简单，你已经没有什么压不压完的问题你要打高远球，你就变这样打到球，它就是高远球，因为球拍面朝前，你要球变杀球就是拍面朝下，所以就是击球位置的改变而已。所以你的杀球要有角度，就是你在这个时候打到球，它就会出现杀球。很多人会这样打，这样打，去压腕，那你前面的力量都白费了，你变成全部的力量就只有这边腕在出力而已。这个就是最不建议的。所以你要锁腕的瞬间出现朝下的角度去打到球，那你的球就会有威力。这个就是出球角度的重点。那大部分的人会很不自觉的会去用拍子压出角度。那这个问题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通常在选球点的时候，他没有站到球的后面去，他站得不够后面。如果因为在这里，你看他要怎么压？这样子，你看我拍子没办法往前旋转，那这个时候他怎么办？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动作，他就只好硬折。那这样子就很容易造成压腕而不是利用拍子的旋转角度去制造出杀球角度所以我会很强调拍子的旋转角度去制造杀球角度，因为我们一定要用旋转角度，你才能够锁腕，你的球角度在杀到球的角度才能瞬间把拍子抓得很紧，这样才能够创造力量的传输是最有效率送给球。这个就是杀球的角度的形成。再来我们说明一下卸力为什么我要特别讲卸力？那特别提出来讲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把卸力当成挥拍中施力的一部分，也就是造成很多社会组的球员你会用压腕去打球，但事实上你看到的就不是压腕你看到的是锁腕之后的卸力。我们看一下我做一个，我刻意用慢动作做给你看。我这样挥拍，击完球之后呢，那我为了要让我等一下可以准备再抓拍，我必须把拍子放开，放开会出现什么动作？我就会放松，就这样，所以你会有一瞬间，你会以为我这样手腕压下去，而事实上我是压下去吗？事实上我是转过去。我们看到我的手腕角度是长这样，我并没有这样，所以我是由这样变这样，是一个旋转的，所以卸力的时候呢，我一打到球之后呢，我就放开，就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卸力的动作。那卸完力之后呢，因为我们的身体会继续往前转，所以这个时候呢才会去带出你的右脚，所以这边也要强调，就是说你的右脚是被带出来的，是被你的身体转体带出来的，并不是刻意去出右脚。这顺便也讲一下刻意出右脚的问题。很多有的人打会这样，他刻意出右脚，你会发现同手同脚。其实你的右脚不用刻意出，你的右脚就等你挥完之后，如果你身体需要平衡，它就会往前平衡。我们再看一次，你看，这样子，所以它是有时间差的，就是你的右脚是自然的被你带出来的，
哦，身体如果你有做好转体，转得够多的话，事实上你的右脚一定要站出来。如果你不带出来，因为我们杀球的时候会有点往前倾的感觉，如果你不带出来，你会跌倒。好，好，这个就是卸力的部分啊。希望主要提出来给各位，就是让你注意这个卸力，手腕也没有折，而且卸力是卸力，不是出力的一部分啊。这个部分特别重要。好，那常常有人说，你高远球打得很好的话，你的杀球就自然就会了。那我这边要再把2点，从高远球到杀球，哦，特别2点，你可能会忘记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怎么我高远球打得还不错了，我杀球就是杀不出来。哦，特别很重要的2点。第一个，哦，是高远球的球点跟杀球不一样。哦，高远球的球点跟杀球不一样，所以说你千万不能在这里杀球，在这个位置杀球。哦，我们刚刚讲了嘛，哈，我要利用拍子的旋转角度去创造杀球角度，所以你一定是在这边杀到球，你才会自然出现一个杀球角度。好，所以很多人如果你的球杀出来都是平的，那就是这里的问题。好，这是第一个。那会变成什么呢？你看我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挥拍，我这边打到球跟在这边打到球，可是球的高度并没有差很多啊，这个有差，但是只有差一点点。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你要杀球的时候，会要比你的高远球更早出拍，所以在出拍的时间上已经不一样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很多人也会忘记这件事情，你要退的位置跟高远球不一样。哦，你可以退高远球，你可以退到球的正下方，哦，甚至你要这样打高远球都还可以。哦，这里到这里你都还可以打高远球，顶多我去倾身体去打高远球，这里都可以。可是如果你要在这里之后要做杀球的话，变成你要躺下去杀啊，或者是你要折腕去杀。可是你一旦折腕了，杀球就是没有威力，所以变成你要脚步要去练到可以退到球的后面去，好，让球在你的差不多在你的左手这个部分，好，让你在这边可以杀，让你在这边杀。所以大家常常会忘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的高远球打得不错，可是我杀球怎么都杀不好？因为你退的不够后面，退的不够后面。那接下来的问题是，那我每一次该退哪里最好嘞？其实最好的方式是，不管高远球还是杀球，你都退到杀球的位置去，那你就有选择，你就可以选择你要高远球还是杀球。那如果你退的是只能是高远球的位置的话，那你就只能勉强打高远球。哦，所以平常就要习惯多退一点，哦，都退去我可以杀球的位置，哦，让球点在这边，哦，让球点在这边，哦，都是可以杀球的位置，就是最完美的。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同时做杀球、切球、高远球，全部都可以做，而不是你退到球的正下方，那你就剩下什么？那你就只有剩下切球跟高远球可以打得比较好，哦，你的杀球就变成要硬压，哦，甚至要用手腕压，哦，那是变成逼不得已的，哦，所以这2点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哦，特别提出来。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练习的方式。那练习的方式呢？因为我们如果从很远的地方去杀球，那你要把球杀进去，你的力量要花很大很大。那假设说你今天体力满满，你能够练杀球，你不过就能够练20颗，那这样子练球的效率就很低很低。那简单的方式是什么？简单的方式是我们杀球，我们需要我们回过头来杀球，我们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是力量跟角度。哦，那大部分人开始最容易做不到的事情就是角度。哦，大部分都很多人也都很有力气，但是杀出来球就是没有角度。那你有角度的话，落地时间就快，你的杀球就有威力。所以我最建议的方式就是，你一开始学杀球的时候，你就站到网子的前面去杀，网子前面去杀。你甚至现在网子这边，你甚至可以站到发球线这边去做杀球的动作，去做杀球的动作。那看你的杀球点能不能杀得很短，杀得很短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杀球角度控制是有成功的。那你就短短的杀，都杀到都可以杀了之后呢，你再慢慢退。好，我都发球线都可以杀成功了，我就再退一步，然后我再杀。如果也都杀得很顺了，再慢慢退。渐进式的这样练习。不要很贪心，一开始就要在底线学会杀球。这样子你的杀球就可以渐进式的慢慢进步。也会练得比较有信心。那角度很重要，你角度出来，杀球才有威力。这个是我建议的练习方式。
好，谢谢各位。那各位如果喜欢我今天的杀球整个重点整理跟提要，那欢迎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各位。